京炫富网红大翻车，7个网红租1辆豪车接龙摆拍，愣啥？赶紧拍呀！3000块钱1个小时呢。最近有网友在商场车库拍到惊人一幕。拍完了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带你们参观一下车尾啊，其实这个颜色呢，家人们谁懂啊？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今天出去买个菜了。网红真有欠。果然是你，你有病吧你！那为什么？我现在脸肿吗？我跟你说，就我脸都是肿的，你知道吗？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早拍，我真的就是。因为今天有100场戏，我跟你说。行动！去那边吧，那个还没拍呢。那就是这件大衣，这件大衣呢，1个月前我已经订好了，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范德彪。哎呀，算后期补吧。哎。试好了吗？好了吗？这衣服我要了。太姐，你要不要看看价签啊？看一看吧。刷卡。其实 shopping 呢，当然和闺蜜一起了。其实有时候我发现，买给闺蜜比买给自己更快乐呢，是不是啊？笑一个吗？好了，走。喂，甄女士吗？您子宫摘除手术之前还有几项检查要做。3队，你已经被锁定，保安正从西北角逼近，火速撤离。2楼现在已经没有保安了，先进攻 LV， 然后再攻牛牛。现在同步一下信息，芬迪尔，波波瑞，那个劳力士门口看看排队长不长。如果排队长的话，就去那个欧米茄，那个念嘎吧？英文是 Oh my God。你谁呀？你谁呀？你俩工号多少啊？我是不是一直在强调商场的安保问题？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针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过反思？我们那个领导，你也知道，这些都是拍短视频的网红，每周都来，一待好几个小时，一个也不买。我就问你这个问题怎么抓？为什么说你们2个还在基层这么晃悠？考虑问题要用这儿。立正，原地反思。Oh my God！ 什么啊？真不想拍呀！喜欢吗？喜欢。还愣啥？赶紧拍呀！3000块钱1个小时呢，谁拖谁兜底啊！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今天出去买个菜了 ，Let's go 啊！拍完了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那带你们参观一下车尾啊，这个颜色呢，其实我是……营员，干嘛？靠边！你这一身鱼鳞，你别把我车刮坏了。再来一次。这个车尾呢，其实呢，我已经有点看腻了，很 boring 的了。
炫富网红大翻车，7个网红。这个事件呢，用民间的话说叫露馅，在我们业内叫塌房。按公司的合同办，你得赔违约金500万。哪有钱啊？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是真想让你们听，让我们共同回忆童年，共同心疼自己3分钟。我和我老公最近吧，因为异地带来的挺多事儿，视频的时候就吵过架，闹过别扭。然后昨天呢，我和我女儿视频的时候，她爸不在，她跟我聊天，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很辛苦，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有许多难题，我很想你，也很爱你。”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我刚刚说妈妈也爱你，我女儿说：“但是你知道更爱你的人是谁吗？是爸爸。爸爸每天都给我做饭，陪我写作业，他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爸爸比我更想你。”这一下给我说哭了。但说实话吧，我刚开始哭是因为我心疼孩子，他才不到5岁，你这个年龄他得是多么努力，多么小心，用他那颗小脑袋在那想，在那琢磨怎么让爸妈开心。但是后来我哭，其实我在想我自己，而且我感觉你们应该也有相似的经历。我记得我小时候2年级的时候，记老清了，就那天放寒假嘛，那放寒假跟过年似的，老快乐了。而且我那天还考了个双百，就是期末考试双百，全班并列第1。当时我的设想呢，就是今天晚上给我爸妈一个巨大的惊喜，然后他俩乐的抢着亲我，然后全家乐的不知天高地厚。然后第2天他俩领我去买电子宠物。然后那天放学呢，是我奶接的我，我还记着回家的路上，道边的理发店放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跟着唱，我奶当时一脸愁容的跟我说：“你别唱这个情啊爱呀这类的歌，你爸你妈干架了，他俩听着添堵。”我当时心咯噔一下子，我立马我就不唱了，不敢唱了。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我就告诉我爸我妈我考了个双百。但是他俩那天气性就特别大，也没咋听我说话。完我想咋整呢？就是表演个节目吧，不唱着情情爱爱的，我就给全家表演了一首《种太阳》嘛。但是缓解气氛也是未果。后来呢，我为了让他俩觉得我很懂事，能高兴点，我还说我们班同学都让家长给买电子宠物，但是我知道买玩具乱花家长的钱，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而且那东西耽误学习，所以我不要电子宠物。我老想要电子宠物了，那真是我的杀手锏了，我已经拼了。但不一会儿这俩人就干起来了，我的努力啥用没有。而且之后那些年呢，我都不敢听情歌，尤其是毛宁的。我一听到他声，我就觉得我爸我妈要干架，要离婚。然后那些年呢，我记着我经常听见有别人跟我爸妈夸我说：“你家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但是再懂事也没阻碍得了他俩最后还是分开了。后来我爸我妈离婚那阵儿，我姥爷病重，然后那天是过年，因为我姥爷病危嘛，我那年就在那儿过的。然后那天晚上，年30那天晚上，我姥爷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然后晚上醒了，给我叫回去了。然后他就问我说：“这年30，你是不是也想你爸，也想你爷爷奶奶？你要是想他们，你就去找他们过年去，你不用怕你妈不高兴。大人把他们那点破事都倒到孩子身上，那是他们大废物。等你长大了，你会永远活在这些破事之中，也可能你也会活成他们那样的大废物。但是到那时候，你也就理解他们了。但是你现在是个孩子，你现在一天这么懂事这么累，你将来长大得多后悔。再说这辈子这么懂事干啥呀？人活到最后不都懂事了吗？那天年30，外边全都是礼花鞭炮。然后我姥爷和我说了那些年对我最重要的话，然后他就晕过去了，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今天说这些可不是在贩卖同情，因为我觉得你们所有人应该你们的童年都有相似的回忆。我挺感激，因为录抖音我有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也希望我女儿将来长大，她成为妈妈的时候也能回头听听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今天是儿童节嘛，我想说的就是让我们都回忆一下童年，去心疼心疼那个曾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哄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小不点的你，然后和当年那个小心讨好但是不知所措的自己和解，因为那都不是你的错。然后呢，再看看你可爱的孩子，心疼一下他，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处理，别让你的孩子那么小，活成一个小大人那么懂事。我姥爷说了嘛，人活到最后都懂事了。妈妈，我爱你。